琪琪失去了老公，这下又失去了儿子，心情可想而知。比迪利虽然也很伤心，但他还抱着一丝希望。所有人都没有见过悟饭的尸体，怎么能证明他一定死了呢？比迪利坚信悟饭一定还活着。界王神剑，悟饭应界王神要求，准备尝试拔出界王神剑。传说如果能拔出界王神剑，便可以获得强大的力量。那股力量具体有多强，没人知道。不过，也许可以借此打败魔人布欧。杰比特坚信悟饭绝对驾驭不了界王神剑。悟饭双手紧握剑柄，呲牙咧嘴的用尽力气，很快脸上已经满了汗水，脸颊涨得通红。而界王神剑纹丝不动，悟饭双手一滑，一头撞在脚下的石柱上，双手因为用力过猛红得发亮。杰比特不屑一笑，界王神一脸平静。悟饭转了转手腕，变身超级赛亚人，变身了吗？和我想的一样，不过没用的。当年好几位界王神都没办法将它拔出来，你一个人类怎么可能拔得出来？杰比特并不看好悟饭，但界王神对悟饭很信任。超级赛亚人潜力无限，表面上看到的只是九牛一毛而已。悟饭一边大喊一边用力，脚下的石柱微微摇晃开裂，界王神剑非常缓慢地从石柱中被缓缓拔了起来。杰比特的眼睛瞪得浑圆，直呼不可能。界王神显得很平静，这完全是他意料之内的结果。感觉怎么样，悟饭？界王神之剑还不错吧？悟饭倒是没觉得获得多大的力量，倒是觉得这把剑重的都快把腰压折了。除了重，并没有其他特殊的感觉。悟饭不理解，单凭这把剑就能打败魔人布欧吗？莫不是用剑压死他吧？杰比特大声斥责悟饭的无理发言。这把剑可是村里不对，是圣地最强的剑，一定可以打败魔人布欧。我看你摇摇晃晃的，看来是发挥不出剑的威力，必须要得心应手的使用这把剑才行。悟饭将剑丢给杰比特，你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杰比特刚接过剑，只感觉万吨压力都在双手，界王神剑摔在地上，深深地陷进泥土里。杰比特尝试捡起界王神剑，却发现这剑重的几乎和星球融为一体了，尴尬的说不出话来。天神殿，悟空正式传授特南克斯和悟天合体术。合体术学成后，融合的时间大概能维持30分钟左右。过了30分钟，它们就会自动分开，变回原样，短时间无法进行第二次合体。悟空简单说明了一下注意事项后，便准备开始教学。特南克斯和悟天却无动于衷，他们用充满敌意的眼神看着悟空，质问悟空为何贝吉塔和悟饭被杀的时候他不在？该不会是因为胆小躲起来了吧？悟空没有过多解释，只是告诉两个熊孩子，要想替贝吉塔和悟饭报仇，合体术是必须要掌握的技巧，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时，巴菲迪的声音又从脑海中传出，闭上眼睛就可以看见巴菲迪和魔人布欧的直播间。这次，这两个家伙挑选了一个人口更为密集的大都市。巴菲迪一声令下，魔人布欧将全城的人变成了巧克力，地球上其他的人类陷入恐慌之中。他们来到天下第一武道会现场，找到撒旦，请求撒旦出手，就像当年制裁沙鲁一样，制裁魔人布欧，还地球一个和平。撒旦当然知道自己不行，但是在人民群众一阵阵的欢呼声中，撒旦逐渐迷失自我。他向人群比出耶，大声宣布自己正积极研发一种必胜招数，一旦练成，必然会一发制敌，扭转乾坤。不过，这种秘密的必胜招数比较复杂，可能要修炼个10年8年的。撒旦在心里盘算得很巧妙，先安抚民心，维持住自己的英雄形象，然后藏起来躲个10年8年的。那时候，魔人布欧要么已经把地球毁灭了，要么已经被别人杀了，反正自己的一世英名保住就可以了。魔人布欧的杀戮行为激起了特南克斯和悟天的斗志，他们在意识当中连线巴菲迪，向魔人布欧下了战书：今日你们所做的一切，日后必将加倍偿还。合体修行开始了，悟饭让两个熊孩子变身超级赛亚人，将气提升至最大。特南克斯的气要比悟天强一些，若要进行合体，两个人的气必须一样大小才行，所以互相迁就着控制气息也是合体术的一大重点难点。就像煤气灶调火候，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特南克斯反复尝试几次，终于将气调整到了和悟天一样大小。悟空嘱咐二人要记住现在这个感觉，感觉对了，也就成功一半了。巴菲迪控制魔人布欧在城市里大肆破坏，滥杀无辜，摧毁了一个又一个城市。这时，有一个声音闯进了巴菲迪的脑海，原来是武道会少年组里被特南克斯和悟天暴揍的傻小子二人组的妈妈。肥婆隔空向巴菲迪告密，武道会上布玛无意间说出了自己孩子的名字，肥婆计上心来，听说巴菲迪正在对他们进行江湖击杀令，肥婆急不可耐地向巴菲迪提供了布玛家的住址，语气强硬，态度蛮横，要求巴菲迪立刻去给自己的两个傻儿子报仇。
巴菲迪在意识当中向所有地球人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表示自己将会和魔人布欧屠杀西部城市所有人，如果那个叫特南克斯的小鬼有胆子，就来保护自己的城市好了。布马急了，打断了悟空的授课，让悟空帮忙想办法。悟空很淡定，死掉的人和被摧毁的城市用龙珠就可以复原了。布马强调，胶南公司的核心科技都在西部都市，如果被摧毁，龙珠雷达都没有了，还找个弹龙珠。悟空思索一番，当机立断，由特南克斯全速回到家里取回龙珠雷达，自己则去拦截巴菲迪和魔人布欧，阻挡他们几分钟。特南克斯表示不敢相信，你能挡住魔人布欧吗？会不会一下子就被打死了？悟空微微一笑，我估计可以挡一阵子吧。上帝之后，特南克斯跳下天神殿，变身超赛，全力向家里飞去。悟空感知到巴菲迪和魔人布欧的气息，瞬间移动，拦住了在空中飙车的魔人布欧。说来惭愧，我和贝吉塔都小看你们了，没想到你们这么强大。巴菲迪十分得意，你小子来干嘛？该不会是来出卖你儿子的吧？悟空十分平静，我只是来给你们一个忠告，他们三个不久之后就会出现，我向你保证。不过在他们三个出现之前，希望你不要再滥杀无辜，不要无谓的破坏城市，他们为了打败你们正在做特别的训练呢。巴菲迪和魔人布欧捧腹大笑，笑得鼻涕泡都出来了。打败我们，再修炼1000年也没用。悟空弯起嘴角，你们对力量一无所知，笑吧，以后有你们哭的时候。巴菲迪命令魔人布欧立刻杀掉悟空。魔人布欧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悟空一眼便看出魔人布欧与巴菲迪不和。情商极高的悟空尝试用出一招挑拨离间。魔人布欧，你这么厉害，为什么要听巴菲迪的命令呢？这一试真的就离间了巴菲迪与魔人布欧之间本来就不坚固的塑料关系。首先，魔人布欧坚定了自己强于巴菲迪的想法。其次，巴菲迪经常用手下称呼魔人布欧，用我要把你封印来要挟魔人布欧，这使得魔人布欧心中十分厌恶。魔人布欧对巴菲迪怒目而视，如果你敢把我封印，你也会被这个人杀掉。巴菲迪吓了一跳，没想到魔人布欧突然变聪明了。可惜的是，魔人布欧聪明了，但巴菲迪还是和原来一样的蠢。他并没有意识到魔人布欧对他已经动了杀机。魔人布欧表示，暂时先不与巴菲迪计较，先搞定眼前的孙悟空。巴菲迪松了一口气，他以为自己又一次成功的压制住了魔人布欧。巴菲迪在意识当中向全球直播魔人布欧对战孙悟空，悟空沉喝一声，便是超级赛亚人第2形态。巴菲迪哈哈大笑，没用的，贝吉塔当初也是用了这一招，被残忍虐杀。悟空扬起嘴角，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超越超级赛亚人之上的超级赛亚人。悟空原本是不想使出这一招看家本领的，因为这一招会消耗自己在阳间的时间。但特南克斯这小子竟然在半路上停下来收看直播，把自己的任务给忘了。悟空急得要死，大喊一声：“快点走啊，赶快去拿龙珠雷达！”特南克斯这才回过神儿，快速向西部城市飞去。悟空为了拖延时间恢复常态，然后一边变身一边给巴菲迪和魔人布欧科普赛亚人的变身阶段。这是超级赛亚人，这是超级赛亚人2，接下来就是更进一步的超级赛亚人。悟空喊出了这辈子最累嗓子的吼声，气越长越猛，就连久经沙场的短笛都没有见过如此强大的气息。悟空的气甚至影响到了海流，气息引起风暴，海面翻滚不止，附近的城市被无形的力量波及，一片狼藉。后身之后，悟空变身成功，本来就不茂密的眉毛彻底没了，换来了长及腰部的金色秀发。他浑身迸发着闪电，对巴菲迪怒目而视，满脸写着无敌2字。这就是超级赛亚人第3阶。抱歉了，吼了这么久，我还没习惯这个形态。悟空强大的气息，就连躲在剑王神界修行的悟饭都能感受到。贝吉塔都要气得踢碎棺材板，从地府里爬出来。巴菲迪被悟空的力量所震撼，但他还是硬着头皮指挥魔人布欧动手。毕竟现在全球几十亿人都在看直播，大 PK 绝对不能输了。动手，魔人布欧！魔人布欧刚要发力，悟空一个瞬移来到他面前，像踢皮球一样，两脚将魔人布欧踢飞，抓住魔人布欧的小辫子一通胖揍，接着将他丢了出去。魔人布欧使出贝吉塔的看家招式王子战法，又称扑街战法。悟空抡圆了拳头，将魔人布欧的气功弹击飞。从这个招式中可以推断，魔人布欧大概可以快速学习别人的技能，所以不能盲目出招。魔人布欧用仙枪手枪远程击中悟空，剑王呼唤悟空立刻停止自杀行为。如果继续使用这么大的能量战斗，他在地球上停留的时间很快就会消失，那时就没有时间教2个熊孩子合体术了。悟空没有理会剑王的警告，与魔人布欧激烈对打。说实话，如果时间充足，悟空大概可以打赢魔人布欧。
关键就在于悟空还不敢使出全部力量。特南克斯这边已经回到了自家的别墅，但是自己的外祖父竟然忘记了龙珠雷达的位置。特南克斯忙于寻找龙珠雷达，悟空为了让特南克斯平安返回，只能继续与魔人布欧拖延时间。好了，本期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期再见吧。